盘点所有种族超过700的神兽。1. 盖欧卡、古拉多、裂空座。火焰三神的种族和别的宝可梦不太一样，因为680的只有裂空座，而它的2个小弟分别是670。或许这是为了彰显裂空座的地位刻意设计的，但不得不说，早期神兽的种族分配都非常拉垮，尤其是太过物特均衡，导致有效种族实际就只有500多。但在海陆空3家能够超进化或原始回归后，古拉多直接得到史诗级加强，获得了火系，而先前没什么用的高特攻，此时也能被用来配合喷火，享受到特性终结之地的加成，伤害比起大部分特攻输出的还要高上很多，非常离谱。2. 焰白球雷姆、暗黑球雷姆。球雷姆是第5世代的神兽，和白龙莱西拉姆和黑龙杰克罗姆并列为合众山神之一。不过说是这么说，但通过动画和游戏的表现来看，球雷姆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基本上就是动动手指就能够通过它们来变成焰白球雷姆或暗黑球雷姆。而在合体之后，球雷姆的种族也是刚好到了700，在当下没有原始回归和超进化的环境，这样的种族已经排名前列了。但缺点还是那个物特均衡的老毛病，然后还有在抗性上，它是远远不如风原神和神奥神的。焰白球雷姆强度还好说，可暗黑球雷姆碰到古拉多就直接被完克，根本没什么技能打，真的太尴尬了。3. 究极奈克洛兹玛。究极奈克洛兹玛又叫光辉大神，是奈克洛兹玛吸收了索尔加雷欧和露奈雅拉力量后的全新形态，因为它也被官方称作是超越了第7世代前所有传说宝可梦的存在。听到官方最强这句话，想必大家也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在球雷姆出现的时候，它也被认作是最强龙系宝可梦，结果就成了笑话。虽然究极奈克洛兹玛在当时最不最强还不好说，但是在动画里它可是实实在在复苏了一个世界，怎么看都是创世神才能办到的事，背景设定似乎还真的有那么强。不过3合1这种融合方式以后也不一定只有日月神一家，毕竟等到黑白复刻，球雷姆说不定就能同时融合黑白龙，重现上古神话，届时球雷姆应该也能够为自己证明了吧。4. 剑之王苍响、盾之王藏马然特、无极巨无极泰纳。苍响和藏马然特是我们已经说过无数遍的神兽了，但每次说到就总会感叹苍响是真的太完美了，别的神兽要么属性好特性差，要么就是特性好分配差，还有就是属性差特性差，就只剩种族的，唯独苍响是3者兼具，要属性有属性，要特性也有特性，种族还能通过专属道具提升到720，而且分配的都非常的好，技能值虽然窄了点，但也完全够用。而藏马然特和无极泰纳就稍微差了点，可比起前几代只能摆着的神兽来说，其实也算不错了。只可惜藏指导缺了扑击，无极泰纳则是弱点不少，但输出还是很高，基础种族也是达到了690，并且在剧情设定中，无极泰纳还有无极巨化，种族瞬间飙到1125点，是宝可梦里目前种族最高也是最肉的宝可梦。当然想要再次见到的这个形态，或许只有等以后的剑盾复刻了。5. 超梦。超梦是宝可梦里第一只人造神兽，也是唯一拥有2个超进化的神兽。虽然说超梦在超进化后种族提升到和超级裂空座一样高，但歪梦纯超能系的打击面太拉垮了，加上自身身板又非常脆，特性还是没什么用的不眠，唯一能看的就只有速度、特攻和丰富的技能池。倘若给它加个属性或者是特性换成脑和之力，应该就会好上不少。所以说用超梦的大部分都会选择走务工的 X 梦，毕竟在分配上它和 Y 梦差别不大，该具备的也都具备，而且格斗系还是本系，在当时还是比 Y 梦要强的。6. 阿尔宙斯。阿尔宙斯是宝可梦世界的创世神，也是目前设定最强的宝可梦，毕竟就连它的分身都有720的种族，再加上它在动画和游戏里的表现，能战胜它的宝可梦很难再有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咱们下期见啦。